中國金融海嘯隨時到來，中國銀行傳出更糟糕信號。2025年，中國銀行業交出來的一份慢性金融自殺報告，3季度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 3.5 萬億元，不是 3.5 億，不是3500億，是 3.5 萬億。這個數字如果堆成1元硬幣，可以堆到月球再繞一圈。如果按全國14億人平均，每個人頭上背着2500塊爛賬，而普通中國人可能1分錢都沒借過。這不是風險，這是全民被動參與的債務輪盤。很多人還不覺得這有多嚴重，因為水還沒漫到鼻子，因為銀行網點還亮着燈，因為 ATM 還能吐錢。但數據是冰冷的，它不會跟你演戲。2025年3季度末，商業銀行淨息差 1.42%， 不良貸款率 1.52%， 不良貸款餘額 3.5 萬億元。你可能沒概念，那我翻譯一下：銀行靠賺利差吃飯，目前每100塊錢只掙1塊4毛2，可是每100塊貸款有1塊5毛2是壞掉的，也就是說，銀行賺的錢連壞賬都填不平。更殘酷的是，銀行不是不知道，他們全知道，但他們只能裝作沒事，因為一旦承認，就不是有問題，而是系統問題。一旦系統出問題，就不是銀行破，是金融秩序崩。於是，我們看到一個尷尬又危險的現實：息差企穩，壞賬卻繼續爬升，像一個心電圖穩定下來的病人，身體裡卻開始器官衰竭。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公布的數據很溫和，字裡行間很冷靜。2025年3季度末，商業銀行淨息差為 1.42%， 環比保持穩定。聽起來很安全，很穩，但翻譯成人話就是利潤空間已經壓縮到貼地飛行。銀行不是慈善機構，他們活着就是靠息差。一旦息差被壓到極限，任何一點波動都是危險。更何況資產質量正在惡化。不良貸款餘額一個季度增加883億元，城商行、農商行、民營銀行的不良率集體上升，不是偶發，是結構性踏實。而撥備覆蓋率下降到 207.15%， 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保險墊在變薄。當雷真正炸的時候，兜不住，就只能由國家兜，由央行兜，由印鈔機兜，最後還是由貨幣貶值兜，也就是由所有人買單。曾經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小玲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：沒有那麼多壞賬，中國哪來那麼多富人？這句話聽起來像調侃，其實更像金融真相的後門。壞賬去哪了？賬面上消失了，在資產重組中蒸發了，在債轉股中變形了，在某些人手裡變成了資產，變成了財富，變成了別墅。而系統只是把壞賬從賬簿轉移到了時間裡，拖一拖，熬一熬，等通脹吃掉一半，等貨幣稀釋變成常態，等大家習慣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時間不太夠了。2025年10月最新數據顯示，企業新發貸款利率 3.1%， 個人住房貸款利率 3.1%， 聽起來很良心，很刺激經濟。可問題是，銀行的經營成本已經快接近這個數字。貸款的成本包括資金成本、信用成本、管理成本。如果利率接近甚至低於成本線，銀行每放一筆貸款就等於自掏腰包補貼經濟。你能補多久？興業研究指出，2024年房貸利率降到 3.09% 時，就已經出現成本倒掛警訊。而2025年9月，房貸和企業貸款利率又貼着成本線走。這不是刺激經濟，
這是用銀行的血給經濟輸液，而銀行的血本來就不多了。你最近有沒有發現，一些地方取錢開始理由越來越多？大額取現要預約，轉賬要解釋用途，某些賬戶被反覆核查，不是風控升級那麼簡單，是現金流在收緊。市場研究者直言，六大行真實經營現金流已經趨於枯竭，部分時段為負。一家銀行如果現金流枯竭卻還在放貸救市，那像什麼？像一個貧血的人還在無償獻血。銀行的風險不是從一個方向來的，而是三股雷流同時逼近。第一，房地產。十幾年金融亢奮，錢全壓在水泥和鋼筋上，泡沫破了，資產成了負資產，貸款卻還在銀行賬上。第二，地方融資平台債務。平台發債，銀行買債，地方還不上，誰來填？央地博弈還在繼續，但債務利息不會停。中央承認的隱性債14萬億，學界與研究機構普遍估算，真實規模介於50萬億至60萬億之間。這不是債務，是一個平行財政體系。第三，中小銀行高風險敞口。城商行、農商行大量資金投向地方平台與地產項目，一旦項目出問題，最先倒的永遠不是大行，是他們。就像堤壩塌陷，小河先決口，大河後洶湧。當前中國金融風險正在形成一種恐怖的疊加態：顯性風險，不良率上升，息差收窄，拨備率下降；隱性風險，地方隱性債務，中小銀行黑箱敞口，城投平台償債壓力。顯性是火星，隱性是汽油庫。當兩者在足夠多的城市、足夠多的節點同時接觸，那就不是局部事件，而是系統性坍塌。河南村鎮銀行事件就是一次小型預演，之所以沒有蔓延，是因為當時還沒同時爆發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全國這麼大一灘債，這麼多引雷，靠按掉按鈕已經來不及了。你以為銀行的風險只是幾張報表的問題？不，它真正危險的地方在於，這不是一輛車壞了，而是3輛載滿炸彈的重卡，在一個環形隧道裡互相追尾。它們分別叫房地產、地方政府債務、銀行體系。現在它們已經撞在一起了。中國房地產表面上還能賣房，實際上早已進入止血失敗階段。為什麼？因為過去20年，這不是一個行業，這是一台債務加土地加信貸驅動的財政發動機。地方政府賣地，開發商高槓桿拿地，銀行貸款輸血，房價快速上漲，再賣更多地。這是一個靠不斷加債滾動的永動機。但問題是，當人口增速放緩，城鎮化邊際遞減，居民收入增長放慢，房價預期扭轉，這台機器失去了核心燃料，土地出讓金驟降，開發商資金鏈斷裂，項目爛尾，銷售回款萎縮。結果是什麼？開發商倒下，銀行壞賬暴增，地方財政失血，沒有贏家。很多人低估地方財政問題，但實際上，這是這場金融危機裡真正的核反應堆。土地財政曾貢獻地方政府收入的30%至50%，但近幾年許多地區土地收入暴跌，超過40%甚至更高。土地賣不動了，但地方的開支一分沒少，公務員工資、基建項目、維穩支出、債務利息，全是剛性成本。怎麼辦？只能繼續借。於是，地方融資平台成為關鍵角色。他們表面是企業，實際是融資工具、債務容器、地方信用代理。平台發債，銀行認購，
新債還舊債，像什麼？像用信用卡還信用卡。問題是，當平台現金流越來越差，稅收減少，土地收入枯竭，債務就從可滾動變成不可滾動。一旦斷裂，就是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定時爆炸物。國有大行還能靠政策緩衝，真正壓力最大的是城商行、農商行、中小銀行、地方性銀行。它們有3個致命特徵：一、客戶集中在本地；二、大量貸款給城投平台和中小地產；三、風險敞口，高度地域化。一旦當地地產崩，地方財政斷，平台違約，這些銀行基本沒有外部緩衝。而現在，這類機構的不良率持續上升，已經不是趨勢，是現實。監管可以要求合併、重組、接管，但合併只是把風險堆在一個更大的黑箱裡，一塊爛肉拼到2塊爛肉上，不會香，只會更臭。很多人幻想，金融危機會像大地震一樣一天爆發，其實更真實的場景是踩踏，先是個別地方暴雷，然後儲戶恐慌，再接着資金加速外流，接着信貸收縮，最後實體經濟失血，中小企業倒閉，失業上升，消費萎縮，銀行壞賬進一步擴大。它不是一個點，是一個環，一個越滾越快、越踩越亂的死亡螺旋。監管能做什麼？只有2件事：延遲爆發和控制敘事。它阻止不了經濟規律。現在的中國銀行體系站在一個危險的轉折邊緣，看似息差企穩，實則盈利空間觸頂；看似風險可控，實則多點雷源並存；看似銀行還穩，實則基礎流動性變緊。系統性金融風險從來不是是否發生，而是以什麼形式發生、什麼時候發生、發生到什麼程度。而今天看到的不是結局，只是序曲。